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我们来评论一下美国退休的情报专家鼓吹如何打破中国的军事封锁。最近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的朗尼·亨利在《亚洲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超越对台湾的第一战。这位亨利在40多年的职业生涯里面一直担任美国政府的情报官员和东亚问题专家。他研究了大陆武力攻台的两大选择，第一种是两栖登陆。文章认为要想实现这样的军事进攻，就必须实施大规模的集结，要考虑美国的强力军事干预，规模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失败的可能性很高。一旦失败，会危及政权的稳定。所以中国大陆另一种选择是放弃登陆，实施尽可能严密的封锁，长期围困，直到台湾当局屈服或者是崩溃。朗尼·亨利的这种假设让中国人很难接受似乎只要美国军队出手，就可以阻止解放军的两栖登陆。不知道他哪里来的底气。不过单纯从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来考虑的话，我认为此人的观点值得我们研究按照这篇文章的说法，解放军很早就研究了联合封锁战役，动用解放军各个军种、武警和民兵配合，在既定的封锁区夺取空中、海上和信息优势。除了传统的海上拦截和登船核查以外，联合封锁行动还包括对台湾关键设施的火力打击，摧毁港口和机场，阻断海上的航道，以及对信息系统的攻击等等。这位亨利对台湾的地形非常熟悉看样子不止一次去过台湾。他认为对台湾的封锁很容易，因为主要的深水港都在西海岸，东海岸没有太多的港口，只有宜兰、花莲、基隆、台东4个。宜兰有一条4车道的主干道通往台北，但是要穿过中央山脉，隧道太多，很容易被封死。花莲的港口规模很小，从这里卸下的物资要经过8号公路运到西部公路的容量极低，经常因为地震和山体的滑坡关闭。基隆在台湾的北部，港口条件很好，距离台北也很近，但是公路要穿过密集的城市和山口，而且在解放军空地火力覆盖范围之内。屏东只有一个小小的港口，跨岛的20号公路沿线的景色很美，但是通行的能力不具备军事后勤的价值。于是亨利指出，美国要想在战争条件下军援台湾，还是得依靠台湾西海岸的港口。但是这些港口全部都在解放军的直瞄火力的威胁之下，仅仅是用港口布雷破坏港口的设施和潜艇设伏，就能让西海岸的这些深水港完全失去作用。再说机场，解放军就算看不到也打不到美国先进的隐身飞机，但是试图在台湾降落的货机是庞大而笨拙的目标。解放军开战后不久就能拿到制空权，可以轻松地击落所有的军援货机。美国人现在对待台湾完全就像对待乌克兰，根本不考虑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他们认为只有在台岛战事久拖不决的情况下，美国不断地向台独势力提供各种援助才是有意义的。如果解放军只用很短的时间就消灭了负隅顽抗的台湾武装力量，镇压了有组织的抵抗，那么美国提供任何军事援助都会像水里扔钱一样。所以这个朗尼·亨利建议美军应该研究一下怎么做才能够打破解放军的封锁，在战争打响以后能持续向台湾当局提供军事援助，重点应该是摧毁解放军的制空能力。但如何与解放军争夺台岛上空的制空权，美军的力量部署在哪里，行动怎么组织，动用哪些装备，采用什么战术，他也没什么有用的主意。我认为2022年以来，美国的军事理论界和战略研究机构通通都给自己挖了个大坑，那就是都认为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非常成功，处理得非常的完美，然后就想把乌克兰模式套用到台海战场上。现实情况是，台湾问题和乌克兰问题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乌克兰是一个联合国承认的主权独立国家，台湾是联合国承认的，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乌克兰面积60万平方公里，周边同4个北约的国家接壤，
陆地交通四通八达，俄罗斯很难做到对乌克兰的全面的封锁。而台湾呢，总面积只有3.6万平方公里，四面环水，解放军只需封锁台湾的海空领域，就能够实现对台湾的战场折断。解放军需不需要封锁，会不会封锁台湾两说。就算封锁了，美军有没有能力出面打破解放军的封锁呢？美国应该怎么应对，确实要好好想想，免得到时候弄得自己灰头土脸，没面子。好，这期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